뭐 하는지는 모르겠는데 돈은 많은 수수께끼 젊은 사람들. 한국에는 개츠비들이 너무 많아.燃烧，这部李沧东执导的杰作，堪称影史一道无解的东方谜题。全片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却以本是否杀害惠美的核心悬疑，引发全球影迷长达10年的解读热潮。而李沧东拒绝给出任何明确指向，甚至在采访中也完全不对此做出解释。片中最令人难忘的画面《夕阳之舞》，原计划只用10分钟拍完，但为了捕捉到最完美的光线和氛围，李沧东最终花费了整整1周的时间进行拍摄。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，造就了《燃烧》的神秘与迷人。不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欢迎来到观影悟道。本期视频 UP 想用一段自序带大家走进电影。世上有些饥饿是食物无法填补的，它藏在废弃塑料盆旁，藏在首尔霓虹照不亮的公寓里，也藏在豪车后视镜中那个无声的哈欠背后。它是宗秀空白的稿纸，是惠美在夕阳下追逐的那颗不存在的橘子，是本那间过于干净的客厅里无人知晓的秘密。影片开场，普通大学毕业生宗秀在城市里奔波打工，经济不景气，学历也不值钱，他只能靠体力活谋生。一次送货后，他在店门口遇到一个派发抽奖券的兼职女孩，宗秀拿到号码，看着她主持抽奖，结果真的中了奖。女孩喊出她的名字，原来她就是宗秀儿时的同村伙伴惠美。 나야 신혜미. 나 얼굴 성형했어. 两人抽着烟聊了起来。宗秀说自己还有一份更体面的工作，写小说。这个细节暴露了他的胜负心，想在惠美面前维持体面，而不只是个送货工。事实上，他在整部影片中几乎没再提过写小说的事。相比之下，惠美则坦率得多。她直接说自己很喜欢现在的兼职，因为比较自由轻松。说话间，宗秀把刚抽到的粉色女士手表送给了惠美。看得出来，宗秀是想讨好她。这只手表是关键道具，在后续剧情中暗示惠美命运的关键证据。同村发小难得重逢，两人晚间相约烤肉店。惠美向宗秀谈起，她正在攒钱前往非洲，并分享了一个当地的概念。布希曼人将饥饿分为2类 ：Little Hunger 与 Great Hunger。Little Hunger 指的是穷人的物质饥饿，吃饱肚子就能解决；而 Great Hunger 则指富人的精神空虚。这种饥饿不是随便就能填满的。聊天中，惠美给宗秀表演了她新学的橘子哑剧，如何吃一个不存在的橘子，关键不在于想象它有，而在于忘掉它没有，要在意识中创造存在，忘掉物质的缺失。3杯酒下肚，惠美提出请求，在她非洲旅行期间，希望宗秀帮忙照看她的猫。宗秀爽快答应。几天后，惠美带她来到自己那间偏僻而狭小的出租屋，房子朝北，阴冷昏暗，一天只能靠对面大楼反射来一次2手阳光。宗秀问她猫在哪儿，惠美喊了半天，名叫锅炉的猫却始终没出现。宗秀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不会是你想象出来的猫吧？”惠美笑说：“这个想法挺有意思。”接着两人开始打起了扑克。宗秀也在这时注意到那束反射进屋的阳光。镜头跟随宗秀来到他位于坡州的农村家乡，阴雨绵绵，天色阴沉。这种转场暗示着像宗秀这样的底层青年，生活根本没有希望。上一刻刚瞥见阳光，下一刻便回到现实。他这次回来是为了帮父亲处理官司，为此宗秀不得不频繁奔波于城乡之间，处理着烦人的琐事。进仓库时，他看到父亲收藏的几把匕首，镜头特写也预告了他们之后的重要性。惠美家的锅炉一直没露面，但被吃掉的猫粮和留下的猫粑粑又证明它确实存在。不久后，宗秀接到惠美电话，她非洲旅行回来了，希望她第2天去接机。宗秀满心期待地在机场等她，结果看到惠美和一位帅气男子一起走出来。惠美介绍说，这位是在旅途中认识的韩国老乡，于是便一起结伴回国。这个男人就是影片中所代表的 Great Hunger 富人本。宗秀开着他的小货车带两人去吃肥肠锅。惠美讲起在非洲的经历，越说越激动，借着酒劲突然哭了起来。本看到他流泪，觉得人会哭真神奇。宗秀好奇本是做什么工作的。 그냥 이것저것 해요. 얘기해도 잘 모르실 건데 간단히 말하면 그냥 노는 거예요. 换做普通人，这或许显得不太体面，但从富人口中说出，却成了一种轻描淡写的炫耀。宗秀自然有些不适应，也被这种回答弄得有些尴尬。吃完饭后，本去结账，宗秀正准备开小货车送两人回家。
本却直接解锁了自己那辆锃亮的保时捷。钟秀愣了一下，只好先把本的行李从货车上拿下来。他没有马上拿惠美的行李，是在等她的态度。本提出要送惠美回家，惠美看向钟秀，等待他的反应。然而钟秀沉默了，自卑让他退缩，也让他错过了最后的机会。三人再次在咖啡馆见面，惠美约了钟秀，但他却与本坐在一起，目光也更多投向他。钟秀尴尬得像个电灯泡。 파스타 좋아하세요? 오빠가 집에서 맛있는 파스타 요리해준대. 随后他们前往本在富人区的豪宅共进晚餐。烹饪意面时，本随口说自己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处理食材，吃掉亲手做的食物，就像神吞下自己的贡品。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却透露出强烈的控制欲。惠美追问含义，本却笑而不答，把问题抛给钟秀。钟秀借故躲进厕所，在走廊看到一幅人体分割画，如同火锅店的牛肉分布图，仿佛暗示贡品就是人。卫生间比惠美家还大。钟秀无意发现一个化妆盒和满抽屉女性饰品，感到有些奇怪和不安。饭后，本带他们参加一个富人聚会，富人们听惠美讲非洲经历时，更像是在欣赏一场表演，而本则一副得意神情，仿佛惠美已经是他的战利品。惠美跳起饥饿者之舞时，画面左边是她的舞姿，右边是本悠闲地翘着二郎腿，还有一条大黑狗躺在沙发上。这个镜头暗示底层人的存在感甚至不如一条狗。钟秀这时隐隐感到异样，他看向本，本却无聊地打着哈欠。显然，本的精神之恶永远不会被满足，这正是 Great Hunger 的本质。钟秀在老家收拾牛圈时，突然接到惠美的电话，说她要和本一起过来坐坐。钟秀换了身干净衣服迎接两人。惠美看到熟悉的地方很有感触，还提到自己小时候掉进井里，是钟秀把她救上来的，但钟秀却完全不记得了。两人的频率已经开始不同了。其实惠美对钟秀仍有好感，她一直在给她机会，但钟秀因为自卑一次次错过。三人坐在屋前，面对落日喝酒聊天。气氛正好时，惠美借着夕阳跳起了那段著名的日落之舞，像一只追寻自由的小鸟。三个人的性格在这里也显露无遗。钟秀自卑被动，是典型的 Little Hunger 困于温饱的底层；本则始终冷静操控，代表永不满足的 Great Hunger；而惠美则是挣扎向上、不愿认命的追寻者。天色渐暗，本借着酒劲又说出耐人寻味的话，暗示自己像神一样存在，并透露他有个隐秘癖好。 난 비닐하우스를 태우는 취미가 있어요. 그런데 아주 간단해 진짜. 석유를 뿌리고 성냥불만 던지면 끝. 마치 처음부터 존재하지 않았던 것처럼. 잡히면 어쩌려고. 안 잡혀요. 절대. 한국에는요. 비닐하우스들이 진짜 많아요. 这番话仿佛唤醒了钟秀，他终于鼓起勇气对本说：“我爱惠美。”惠美回到两人之间时，钟秀又质问他，为什么总是不体面地在男人面前展示身体？这句带着偏见的话彻底伤了惠美，他这才明白钟秀从未真正理解他。最终，惠美坐上本的跑车离开，消失在暮色中。这天之后，钟秀彻底联系不上惠美，他开着货车在农村四处寻找那些废弃大棚，希望找到一点线索，但几天过去一无所获。直到某天，他接到惠美手机的来电，听筒里只有挣扎声与脚步声，随后电话被挂断。这或许是惠美留在世上的最后声音。钟秀找到房东，想要再次进入惠美的房间。 안에 들어가 봐야 되거든요. 고양이 밥을 줘야 되는데. 고양이가 어디 있다고 그래요? 여기서는 원래 고양이 목욕이 돼 있는데. 进入房间后，发现房间被收拾得异常整齐，锅炉也不见踪影。房东说他可能又去旅行了，但钟秀知道这不可能。惠美从来不会把房间弄得这么干净，而且她的粉色行李箱还在家。他去惠美的工作处问情况，同事却毫不在意。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消失了，仿佛人间蒸发。除了钟秀，没有任何人觉得奇怪。无奈之下，钟秀只好去找本。本在咖啡馆里悠闲地看书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 비닐하우스는 어떻게 됐어요? 그걸 아직 기억하고 있구나. 물론 태웠죠. 깨끗하게 태웠어요. 태운다고 했잖아. 钟秀刚想追问惠美的事，一个新的女孩走了进来，看得出她可能就是本新的猎物，而惠美或许早已不在了。离开时，钟秀再次问本惠美的下落，本说自己也有1个月没联系她了，并坦言惠美对钟秀很重要，也很信任她。钟秀的直觉告诉他，本就是幕后黑手，于是每天跟踪本，想找到一点线索。他跟着本去了教堂，又去了艺术展。在艺术展上，他看到一面以火为主题的绘画墙，那些画作中的火焰正隐喻着钟秀内心那个无声却持续燃烧的世界。
那是一种被压抑的无处宣泄的愤怒。一次尾随时被本发现，本反而邀请他上家里坐坐。宗秀进门后第一时间去了厕所，在熟悉的抽屉里，他找到了自己送给惠美的那块粉色手表，也印证了惠美可能遭遇了和其他女孩一样的命运。期间，本家新养的小猫跑了出去，众人一起出去找。在墙角，宗秀下意识喊了一声锅炉，小猫立刻跑进他怀里。这会不会是惠美养的那只猫呢？随后在本家里，同样的聚会，同样的人，场景几乎和上次一样，只是惠美换成了另一个女孩，向众人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这群妇人看起来像在完成某种固定的仪式，在烧大盆前先玩弄新的猎物。宗秀还注意到本又无意识地打起哈欠，种种迹象让他确信本就是害死惠美的凶手。随后一天，本拿出化妆箱为新猎物细致化妆，就像他说过的亲手制作贡品。这时他接到钟秀电话，被约到一片废弃大棚附近见面。钟秀刚到，便毫不犹豫地下车，用父亲留下的匕首刺向本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片头出现的那把匕首也在此刻完成了使命。随后，宗秀脱下沾满血的上衣，把本和衣服一起点燃，让一切化作灰烬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有人认为，《燃烧》是极少数在电影层面超越原著的改编作品，它以高度抽象而精准的方式呈现了社会结构与人性。影片描绘了一幅贫富和谐共处的社会图景，富人与穷人能一起社交喝酒，但在暗处，富人以更隐蔽的方式玩弄并蚕食着穷人，将他们视为猎物与玩物，且往往逍遥于法律之外。Little Hunger 和 Great Hunger 在这世界上同时存在，追寻着各自对存在意义的解答。李沧东借此提出一个核心思考：什么才是存在的意义？影片结尾，宗秀以法外手段手刃了神一般的本，为惠美讨回公道，也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反击了这个不公的世界。影片中的惠美极力想证明自己的存在，她学习哑剧，告诉我们不要想着这里有橘子，而是要忘记这里没有橘子，意为存在可以是一种主观信念。然而，当他从世界上消失后，宗秀却发现几乎找不到他存在的任何客观证据，连他的猫都可能不存在。他的存在如同被烧掉的仓房，悄无声息，无人问津。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，个体的存在是脆弱且主观的。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不被他人看见，那么他是否真的存在过？电影揭示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，尤其是底层边缘人群普遍面临的存在性危机。影片中提出了小饥饿和大饥饿的概念。小饥饿者 Little Hunger 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挣扎，大饥饿者 Great Hunger 物质丰裕，但精神极度空虚，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刺激。这揭露了现代社会中更深层的阶级矛盾。阶级差异不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精神层面的。底层为温饱而奋斗，而顶层却在无聊中把生活当游戏，甚至将底层人物化为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消费品。这种无法逾越的鸿沟，使得相互理解成为不可能，最终导致悲剧的产生。影片自始至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，本到底有没有杀惠美，所有的真相都基于宗秀的个人视角和主观判断，缺乏确凿证据。李沧东构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迷宫，质疑了客观真相的可能性。他暗示在一个信息爆炸且被权力扭曲的世界里，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真相都是碎片化的、相对的。观众和钟秀一样，被困在猜测与不确定的迷雾中，这反映了当代人对真相的普遍焦虑。本期燃烧解说完毕，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。